今天来讲一部被香港称为10大奇案之首的三郎案。1961年，谢逊、阿辉、肥猫是3个好兄弟。年少时曾在关公面前拜把子：“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”没想到这个愿望最后竟然成真。长大后，大家都在社会底层工作，混得不是很好，偶尔做些坑蒙拐骗之事，却总被阿辉苛刻的老板铁公鸡揭穿。又因阿辉的女友与铁公鸡发生冲突，3人心怀烦闷，酒足饭后胆壮如熊，决定计划绑架勒索铁公子。但肥猫不是很同意，因为家中有1妻5子需要照顾，万一被抓到就可能会连累他们。可兄弟一条心怎么能少了他呢？最后以丢硬币的形式来决定结果。天意如此，3人还真是要干下这么一票。就在阿辉和谢逊憧憬未来发财梦时，不巧被门外的赌徒佘载明偷听到了，他们不得不带上他参与行动。接下来3人开始制造装人的箱子，肥仔利用职业之便去偷假枪支等道具，集体伪装模样，然后守在铁公鸡家门外，趁机打晕了醉酒回家的铁公子。虽然中间差点出了意外，所幸几人也够机灵，躲过了巡警检查。随后4人将铁公子带到郊外，肥仔本想开玩笑化干戈为玉帛，奈何铁公子还挺横硬，说要报警。但比他更横的谢逊直接上手准备干他。此时知道害怕的铁公子立马求饶，谁知下秒他竟然逃跑了。4人慌乱追捕，把他狠狠揍了一顿。结果不小心闹出了人命，干脆毁尸灭迹把他埋了。可铁公子突然再次清醒，几人心神未定，还没有缓过神，就用铲子硬生生再次把铁公子活活打死。4人体力用尽，气喘吁吁，加上第一次作案令他们都很慌张。可人死了钱没到手，这不是白搭吗？他们也不傻，切下铁公子耳朵寄到铁家。结果铁公鸡精明的就是不给钱，因为猜到儿子肯定被害了。警察担心他这么讲会激怒匪徒，提议让他出奖金悬赏抓人。可这个视财如命的铁公鸡却只关心钱。经过多次谈判，最终铁公鸡成功将200万讲价成50万。熟人几人兴奋地等钱到手，谁知铁公鸡还是与警察串通了要抓人。这一幕被山坡上的谢逊看得一清二楚，让大家只好放弃离去。大家都心有不甘，就不信这个铁公鸡拿不出点钱来。为了钱，几人不得不出此下策，化身为恶狼歹徒绑架铁公鸡。先趁他上厕所时丢个硬币，再里应外合，成功劫持。这回他们明显手法娴熟了多。他将老铁装进原先之前的箱子里，谁知铁公鸡竟是将这里当成了养老院，不仅有吃有喝，还有人服侍。也不联系家人给钱，并且他还翻到一本佘载明的小说上，有个财字立马撕下来，想留着日后做证据。不然怎么说这个生意人头脑就是精明。此举也确实成了抓捕3人的重要线索。然而当下几人也没有时间和他耗，只能下最后通牒，再不写信就送他上西天。结果在他眼中钱比命重要，还是不同意。不过铁公鸡最终说漏嘴，说自己怕蛇。几人顿时来了主意，将蛇放在尿罐里咬他屁股，这才答应了写信。果然没多久，4人拿到100万。这在当时1万能买1栋房的时代，大家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暴发户，顿时兴奋不已，好不风光，花钱如流水，开始享受各种人间美好。大方给起小费，是连眼都不眨一下。谢逊也是买起小车，带着老妈四处环游香港，而肥猫则邀请周围邻居好友大办妻子的生日会，还献上自己的爱歌表白，好不乐哉。然而现在看他们有多风光，未来的死亡之路就会有多悲惨。被分到5万块钱的佘载明一直心有不甘，加上赌钱总输，于是联手同村鬼见愁，准备敲诈10万封口费。3人见此认为这就是个无底洞，是不可能给他钱的，于是准备用对付铁公子的手段对付他。3人摸黑来到了鬼见愁家，干脆利落地做掉了他，然后准备带佘载明一起到山上埋尸体，再趁机了结了他的性命。可惜佘载明感知到了危险气息，瞬间逃掉了。3人在后疯狂地追赶暴打，
此时正好驶来一辆警车，佘载明最终被路边警察救下来。警局里，佘载明不小心写下了财字，警方根据铁公鸡那个财字判断，他一定与劫匪有关系。最终在半威胁半利诱下，透露了三人的行踪。被一个赌徒卖了，三人自知接下来要跑路，否则肯定没命。肥猫和老婆道别时耽误点时间，下楼时从窗口看见了警察，幸亏灵机一动躲过一劫。而阿辉和谢逊不得不先驾车逃离，阿辉也来和女友匆匆道别，来不及解释原因，从收音机里却传来警方对他们三人的通缉令。更糟糕的是，警方也很快追来，谢逊连忙进来叫走阿辉。尽管兄弟两人相互扶持，可还是被一群警察按倒在地，无法动弹，嘴里声声叫唤着死也不甘心。剩下肥猫一人趁黑夜回家，想拿点吃的东西，却被邻居小胖看见了。他偷偷报了警，亏肥猫平时对他不赖，不舍得吃也会分他面包。肥猫很愤怒，气得拿起菜刀想劈他，可刀落在床板上，终究不舍。没一会儿，警察冲进屋子，三两下就把肥猫抓住了。法庭上，法官宣判几人处置结果：佘载明判15年，阿辉、谢逊、肥猫被判还手死刑。不服的三人立马登报上诉，但被法官坚决驳回。此时，狱中平日最豪横的阿辉就像蔫了的茄子，反倒一直怂里怂气的肥猫却最淡定。无论他们怎么挣扎，怎么反抗，哪怕变成神经病，警方通知明天的6点死刑都无法改变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已经通知家属各自见最后一面。肥猫见了老婆和5个孩子，表示非常惭愧。谢逊却没脸见自己老母亲。而阿辉女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匆忙下楼摔了一跤，肚子里的孩子也没能保住，可谓是天绝人路，连后代都不给你留。但阿辉不知情，在狱中不断咒骂自己女友。紧接着，三兄弟轮流被一个一个执行，轮到阿辉见到绳索，吓得连尿都出来了，嘴里依然诅咒着自己的女友。还刑时也是死不瞑目。影片到此结束，三狼奇案算是最终告终了。